Good evening. Tonight's update, York's vision starts 2026 with a reset. Stop chasing the strongest AI and build a workflow that actually sticks. The setup is simple. 2 devices, life versus focus, and 3 workflow loops. Less hype, more control. And yes, less chaos. 本日のトピックですね。ヨークスビジョンは最強 AI よりは続けられるワークフローを選ぶと。チャイ活用のと週柄エイド、そしてミクのループ。 오늘의 이심입니다. 요코스 비전의 결론 단순합니다. AI는 말만 잘하면 안 됩니다. 생활 집중 분리와 3가지 루프로 흐름을 만듭니다. 大家好，我是一卓。2025年初，我拍过一条回顾，那时候我还是个在折叠屏、智能眼镜之间折腾的人，更多是在找怎么记录、怎么表达。我也说过 ，AI 对我来说不只是工具，它会慢慢变成一个能帮我想事儿的伙伴。到了2026，我发现关键不在于它有多聪明，而在于它能不能跟着我的生活和工作跑起来。2026开年，我想跟你们讲一个很朴素，但我自己觉得很关键的变化。我不再追更强的 AI， 我只追一件事儿 ，AI 能不能进到我的工作流里？我越来越确定，差别不在模型，而在用法。你把 AI 当聊天框，它就只会回答；你把它接进一套知识工作流里，它才会长期记住、理解、调用你的知识资产。我不是极客，也不做评测。我对 AI 的敬意，不是它能背多少知识点，也不是它能写多复杂的代码，而是它能不能替我扛住一些生活和创作里的琐碎，让我把注意力留给真正重要的东西。豆包手机那股热潮，我不是没心动过。我当时期待它是一个能做事儿的 AI 手机，结果你们也知道了，它不是突然崩，是我眼看它的关键联动能力逐渐失灵。我当时的真实体感就是，它更像是一个会说话的入口，但很难变成能扛事儿的系统协作。后来我想明白一个现实，当 AI 真的开始跨应用、跨入口去做事儿，它一定会撞上权限、生态边界、入口之争。商战也好，收紧也好，你不用站队，但你必须承认，现实就在那里。那一刻，我对第二大脑的定义变了。只要 AI 还停留在问答入口，它就扛不起第二大脑。而且更巧的是，去年年底我也明显感受到另外一件事儿，像 ChatGPT 这种级别的产品，它的更新节奏会突然加速，能力形态也会快速迭代。那段时间行业里甚至一度把这种状态形容成红警节奏。对我来说，这不是要否定谁，而是一种提醒。如果我把所有记忆、所有工作习惯、所有灵感入口全部都压在一个模型、一个平台上，我会很被动。所以我从选一个最强的 AI 转向搭一套更稳的结构。我现在的做法很简单，4个设备各司其职。我原来主力全部都是在 vivo， 而且是2台，一台 vivo X Fold 3 Pro， 我图的是它的高性能和折叠屏带来的那种爽感；另一台是 vivo X 200 Pro， 它更像我的拍照机，负责把所有素材记录的踏实可靠。到了2025，因为工作的安排，我需要在国内和海外之间来回切换，很多事情要在不同生态里做衔接，设备越多，其实越容易把注意力碾碎，所以我干脆做了减法，把生活和影像这2件事儿合并到一台 vivo 主力上，减少来回跳，然后我才把 Google Pixel 10 Pro XL 加进来。但它在我这里不是生活机，也不承担社交支付，它更像是一台动脑机，专门负责 AI 学习、资料协作，让我不管身处哪种环境，都能把同一套工作流延续下去。然后是 Ola Fern 豆包 AI 耳机，它在我生活里更像轻量的劳动力，碎片时间的问答、词汇理解、随口记录，够用、顺手，成本也低。最后一个小小的彩蛋，我今天出镜眼前会飘字，是因为我在用夸克眼镜 S1 做提词控场，不是在装酷，也不是在假读，是一种行为模式，把写稿、背稿、卡壳的损耗降到最低，让我更像在跟你们聊天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我不是在抛弃谁，我是在给每个设备安排岗位，岗位对了，人就不会内耗。接下来是讲今天最值钱的部分，我今天讲的不是某个功能，而是一套知识工作流，先把信息变成资产，再让 AI 帮你调用。下面这3条闭环就是我现在最稳定也最省心的做法。你不用记功能名，你只要记住我怎么把 AI 接进日常。第一条闭环是 Drive， 我做的事情其实很直白，我把 ChatGPT 里跟我工作最相关的记录导出来，丢进云端硬盘，里面不是只有工作流和写作思路，我甚至把我自己的规避点、表达习惯，还有饮食、健康、作息这种生活系统一起做进去。我让
让 Gemini 做的不是总结内容，而是读懂我怎么做决定、怎么表达、怎么生活。这样我在 Gemini 那边推进新的项目时，它不会每次都像陌生人一样从零开始问我是谁，它更像是读过我的使用说明书，能把我的方法延续下去。所以我现在会把它们当成2个分身 ，ChatGPT 更像是我用来做结构化判断的主脑 ，Gemini 更像是能接近系统流程的副脑。第2条闭环是 Gmail， 这个我随口提一个很小但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。我有一个海外平台账号，正在处理争议和申诉，这种事情很繁琐、很长，很容易拖到你忘记。以前我处理这类事儿靠的是情绪和冲动，想起来就焦虑一下，然后又被生活吞掉。但现在 Gemini 在 Gmail 里能把它完全的项目化，它会从一堆邮件里帮我拎出真正关键的东西，比如立案编号、验证码，它会按官方时限把周期拆开，它甚至给我2条不同强度的路径，常规申诉怎么走，兜底预案怎么启动。最关键的是，它不是给建议，它会把这件事变成 tasks 和闹钟，72小时、5天、10天这种节点巡检，一到点就提醒我去看一次指定收件箱。所以我现在对这件事情的感受是，如果结果未知没有关系，但它把焦虑等待变成了可执行的流程，甚至可以说得更狠一点 ，AI 不一定能帮我赢，但它能帮我把进度盯住，不会让我乱。第3条闭环是链接长内容，这个对我特别的有用，因为我现在很多时候不是随便看看，我是带着真实计划在看。比如我接下来会去日本，也会去泰国，我会把旅行视频、人物访谈，甚至一些组合的生活随拍直接丢给 Gemini， 但我不是让它替我看，我是让它先给我一份观看报告。这段视频我该看哪里，什么时间段最关键，我应该盯什么样的细节。举个更像我的例子，我最近一直关注 Lucas， 一个日裔美国演员和模特，长期在泰国发展。我在意的不是表面的滤镜感，我更在意他在访谈里怎么讲计划，怎么讲转型，怎么讲失败。那种理性反而让他这个人设变得更立体。然后他跟 Nipping Boys 的旅行生活视频又给了我另一种信息，不是攻略，而是城市里最真实的反应。他们走在街头迷路，临时改计划，遇到小插曲时的即兴处理，那些瞬间往往比大众点评几分更能告诉你一个地方的包容度、节奏和气质。所以我现在看这些长视频之前 ，Gemini 做3件事：第一，他先把真正值得看的段落标出来，不是把内容重复一遍，而是把转场的瞬间、即兴的反应以及逻辑闭环出现的地方拎出来，让我知道注意力该放在哪里。第二，他会提醒我带着问题去看，这个空间是怎么影响一个人的松弛度的，他在这个环境里呈现的是艺人状态，还是一个创作者，这样我看视频就不会被背景音乐和滤镜带着走。第三，他会把这些细节最后变成一个更像决策性依据的东西，看完不是一句感觉不错，而是让我更能确定在泰国我要找的是那种街区的漫步感，那种本地的叙事节点。在日本我更想体验的是那种传统和现代碰撞出来的微妙违和，以及我到底想把这趟旅行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体感。说白了，我想要的不是照着攻略过一遍，那样旅行会很无聊。我更想做的是一种空间实验，城市是背景板，人和环境的化学反应才是坐标。这条闭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总结是：我不是刷视频，我是在把长内容压缩成计划和观点。到这里你可能会问，那你之前提过的海外短剧 TikTok 这种内容输入去哪了？我反而觉得它必须在这里出现，但它不能喧宾夺主。我现在看 Real Shot、Drumbox， 再加上 TikTok 上那些碎片叙事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爽感，而是题材的多样性。不同地区的人怎么写冲突，怎么推进节奏，怎么处理情绪。我的用法也很克制，我不是追更，我是采样。我会用同样的预告思维去看短内容，抓冲突点，抓2句地道的表达，当成英语输入和题材的观察，然后我就关掉了。输入变丰富，我的创作就不容易被单一的模板困住。最后再说一个我最近在认真学习的新东西 Notebook LM， 因为最近信息量太大了，我特别想把资料变成真正可用的内容。我先看了几支关于它的教学视频，看完我才意识到它不只是一个继续聊天的工具，它更像一个把资料直接变成内容形态的工作台。它最吸引我的点是非常的实用主义，它能把资料直接变成一段能听的播客，比如几条长视频，再加几份文档和图片，我一丢进去，它就能给我生成音频概览，中文也能做，而且现在已经支持到80多种语言。如果我切到英文，它还会有互动模式，我可以在听的过程中插一句追问，顺便练习口语。对我最有用的场景就是旅行和学习，比如去泰国、去日本之前，我不想熬夜做一份傻乎乎的攻略，我把几条实用主义的 YouTube 长视频，再加上酒店、餐厅、
意识空间这些资料一股脑丢进去。旅行前一晚或者更早的时候，每天花10分钟让它生成一段可听的版本。第二天路上，我边听边吸收，脑子里留下的不是碎片信息，而是一套更清晰的优先级。我到底要什么体感？哪些地方值得？哪些地方可以跳过？同样的逻辑，我也会拿它来学 AI 电影的新技术，先让它把信息消化掉，结构化输出，我再用自己的语言和审美去做判断。比如当我要快速对齐结构，做一个选题框架的时候，它还能把这些资料做成旁白式的幻灯片、视频概览，让我一眼看到结构和重点在哪里。我现在对它的定位也很明确 ，Gemini 更像一个执行助理，负责把任务接进系统，把流程跑起来。Notebook LM 更像档案员，只吃我喂进去的资料，把它们变成可复盘的结构。这块我不会先说太满，我会继续用一段时间，把它用扎实。等我把流程跑顺，真的跑出稳定产出，再完整跟你们分享。讲到最后，我想给2026年的自己，也给跟我一样在 AI 热潮里有一点迷茫的人3条原则。第一，先把你每天最常用的几件事理顺，入口越少，越不容易被手机牵着走。第二，给自己留一个专注区，可以是一台设备，也可以是一个模式，一个账号，打开它就是学习和创作。第三 ，AI 工具别跟风，也别站队，试一圈没关系，最后留下来是让你能省事儿，能清楚真正用得上的那几个。说到底 ，AI 不该只会回答，你把输入、整理、复盘做成流程，它才会越用越像你的知识系统。你适合豆包也好，适合通义也好，适合 Gemini 也好，甚至你只用一个 ChatGPT 也没有问题。关键是让 AI 丰富你的生活，而不是让你为了 AI 把生活搞得更复杂。AI 现在很热也很乱，适合你的那条路只能靠试。2026年我会继续只更新2件事儿，我的思考以及我所拥抱的 AI 影像叙事。我们下次见。 Stay focused. And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York's Vision.